在新加坡，大约有1/5的儿童和1/10的成人患有湿疹。没错，所以今天来好好认识它。什么原因导致湿疹反复发作？湿疹可以断根吗？中医食疗和外敷如何改善病情呢？皮肤科医生教你挑选合适的润肤霜。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李腾啊，听说呢湿疹是非常难处理的，对吗？对，因为你看啊，严重起来哈是没日没夜的照顾，而且呢会搞到心力交瘁，所以希望今天内容能够帮助到你们哦。好，那我马上有请皮肤专科陈爱玲医生，还有我们的2位嘉宾意大利郑丽芬，还有 Ben 杨志龙，欢迎3位， Hello 来请坐。说到这个湿疹哦，不知道2位你们有没有相关的经历啊？我从来没有湿疹的，到了我13岁之后啊，有一次我跌倒，然后不懂为什么它好的时候就觉得它很痒很痒很痒，那开始我就抓，就变成湿疹了啊？哦，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但是呢，我有一次就是带我的小孩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啦，然后就看到他的同学就包到好像木乃伊一样的，是，我就奇怪，我就问他的阿姨，我讲，这个小弟弟什么事情？他就讲就是有湿疹，然后讲晚上他严重到啊，一起身的时候整张床是很多血迹的，哇，就是他半夜的时候一直抓，抓到他流血，他也不知道，那个是很严重，很严重，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小朋友很没有精神，然后哇，我看了心很痛。是，那我想问一下，意大利的情况哦，这个是有可能的吗？这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可能他之前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没有就是发现到他有这个湿疹的底子，这看说他家里的家庭成员有没有湿疹的遗传因素，因为有些湿疹就是要有些过敏源比如他就是受伤，然后接着可能就是有点感染，然后抓伤，这样就引发那个炎症，变成湿疹，就可能体内潜在。然后因为那一次就整个诱发出来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相信我家族应该是有，因为我的姑姑也是有，然后我的子女也是有。就是说，如果你给蚊子咬一下啊，你抓，也会抓出湿疹吗？如果你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有的时候如果又湿疹的那个遗传因素，这样就会诱发湿疹产生。就有可能。哇，哎呦。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个湿疹呢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今天有迷思题，对不对？对，没错。我不怕，我们都不怕。对，号码过来。你们3位就好好的接招了，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好了，来。你要杀我片甲不留。再杀你个片甲不留。好，请听，湿疹有传染的可能性，真还是假？传染，我没有，传染不会。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传染，所谓的传染是我传染给他，呀，可以是这样，哦，这样是传染病。对。那意思你的那个答案你可以讲多一次吗？不可以哈，来不及。你看我就对了，我觉得是对的。对。 3位都讲假，为什么？来，阿 Ben，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听过会传染 ，OK，除非是好像感冒啊、咳嗽这种可能会传染。当时因为我有问过医生，医生有跟我讲说这个是不会传染，不过会自己传染自己。就说当你抓了这里，你的手不要说又去随便抓别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应该是因为自从有了这个1号之后，就来了一个2号、3号。2号、3号之后就变成眼睛也开始。你都是同一个位置吗？对，同一个位置就是一直在这里。然后有一天啊，突然间它变成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了，我就听医生的话，不要再去抓它。OK， 好。他答案很仔细，对，所以我听我的同事说他是不会被传染的，所以我的答案是假。哈，相当没有志气。来，医生，请解答。他们都很聪明，他们答案都是正确的。谢谢医生。湿疹不是传染病。那像意大利讲说什么自己传染给自己，有这样的说法吗？其实它不是说传染给自己，只是你身体的自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一些异常的反应，就会觉得全身都痒的感觉。好，暖身而已啦。OK， 来，哮喘者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得到湿疹，跟哮喘什么关系？对啊，真还是假？我也觉得有什么关系？所以跟哮喘应该是没有关系，难度要提高咯。我好像有问过医生，就是医生是好像有跟我讲过，比较容易，因为体弱的话，你很容易得一些疾病嘛。我只知道你很会流汗的人，应该都会机会比较高有湿疹，因为那个哮喘哦，他每次这样来，他把那些好像灰尘啊什么全部吸进去了，所以他的皮肤就会比别人敏感。
哮喘比别人更有机会。哇，我突然间有点担心你耶，Kim 姐姐，哇，你的解说哦很有天马行空。我也是会怀疑到我的自己的答案。对不对，医生？其实 Kim 姐跟 Ben 的答案都是正确的。耶！解释。是这样，因为其实哮喘，就是过敏性皮炎跟湿疹，都是手牵手的好朋友啊。他们都属于就是过敏性炎症，临床比较严重湿疹的病患，他们有时候都有可能就是哮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相对的，那些哮喘的病人有时候也经常会有一些皮肤上的湿疹发作。我厉害了，我厉害。目前为什么 Man？ 我没有 Man。因为你嘿嘿那个答案有点难接受，你知道吗？难接受，我答案这就是了哈。OK， 好。好，来下一题，冷水澡比温水澡更有效避免湿疹恶化，真还是假？哦，为什么像球？哦，我可能拿了比较慢这样，我是真。三位都一样啊。对，医生都会常讲，如果你用热水，它会刺激你的皮更严重。会更严重，会导致你会抓的更多，还是什么？ OK， 冰水就会可以，冷水啦，就是可以让你比较舒缓一点。舒缓。对，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真的很痒，我会用烧水这样烫它，然后真的很痒，你就忍住不要去抓它。用烧水烫它。呀，对，你烫它的时候，它那种痒是你不用你的手去抓它那种感觉。它就是不要用。我试过，所以我试用热过。水去抓它。对，所以我试过热水呢，它是会让你更痒，所以冷水是不这个有对的。被虐的倾向。对，感觉是这样。自虐狂啊！ OK， 我为了解答这个 OK 问题呢，我要把我的一些秘密说出来。哇，一样的道理吗？好吧，我的医生，答案是。为了解答这个 OK 问题呢，我要把我的一些秘密说出来。哇 OK， 我家里有很多那些护肤品哦，对我都放在冰箱的。我来用那个护肤品涂在脸上是凉凉的，很舒服的。所以我相信哦，冷水澡哈，绝对是比较可以舒缓你的整个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对，一样的道理。好吧，我的医生，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最重要的是找出诱发湿疹的那个原因啦。太冷或太热都可能刺激皮肤。所以我们建议是用温水。你指的温水是多少度才是适合的？要看是成人还是小孩啊。成人的话一般是可以大概是32度左右，但是如果是婴儿或少过1岁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大概是34度左右。因为通常他们这么小的话，我们通常也是沐浴而不是淋浴。一般上他们体温控制方面也比较弱，所以我们的温度要稍微提高一点。还有冲温水的时候呢，也尽量选择不要太多碱性的肥皂，也不要大力摩擦皮肤，因为这样会刺激那个皮肤。重点是减少那个皮肤的刺激，太冷或太热都不好。哦，好，那接下来下一题，有湿疹的人不能去游泳，真还是假？不能去游泳我。要想一下。你刚才那一题后啊，我觉得这个对喽，游泳池呢，我觉得不可以去嘞。不可以去啊。呀，我觉得不可以去。来，3、 OK 啦。 2，我觉得可以去。 OK， 来，我们先问阿边，阿边说不能去，为什么？ OK， 如果是在海边游，我反而觉得可能可以，因为它有盐分很高嘛，可以杀菌。但如果是在公共游泳池，它有那个 chlorine， 也是杀菌哈。没有，是杀菌，但是怕 chlorine 它是杀太多，它是 chemical， 它会影响到皮肤。个人是觉得可以的你，是觉得可以？只要你因为你常去游没有，我也不去游。不是，他是觉得说可以，只要你穿那个蛙泳的那种，对，只要你报道完这样是可以的。body suit 是吗？哦 ，OK， 不可以，一来如果你尤其是你白天去晒，又要晒太阳啊，暴晒哈，然后你又要擦那个防晒啦，这种防一跳进水啦，水里面有那个 chlorine 啦，我觉得刺激啊，太多刺激了，不适合啊。请医生解答。这是丽芬是唯一答对的。哇，可以的。他讲到好像振振有词这样哎。呀，其实我还想我对了嘞。请讲，来，医生，请说服我。其实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所以除非是湿疹发作的严重，我们才会可能叮咛说暂时
停止这个游泳这项活动。但是泳池其实它水是比较含有这个碱性。还有就是那个含氯的含量也是比较高啊。游泳的时候，可能你们要抹擦一些，好像说防晒霜，要选择比较滋润型的，比较适合湿疹。就是上来过后也要赶快就是去冲凉。然后接着就要滋润你的皮肤，是还可以游，但是可能要注意那个时间。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刚刚那个问题不好啊，因为你这样问我的想象是这个人有那个湿疹。对，刚才医生有提到他讲，当你湿疹的时候不适合很严重啦，他讲是很严重啦，所以是不能。所以这题我觉得我们0.5分好，我们有0.5分，哇，我们也是对的。我们今天有个考生啊，对，0.5分是 OK。好，来下一个问题啊，湿疹发作的时候必须戒口。我不可能错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祸从口出，病从口入。OK，所以你生病的时候当然是一定要戒，是吗？就是说阿 Ben 讲的，我们吃什么人可能就不适合我们身体吃的，就不要吃。对，一定要戒口，可能辛辣的东西不要吃。对啊，我也是觉得，尤其是身体哪里敏感的时候，更加要注意你吃的什么。来，医生，答案是，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是真或假。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因为一般但是你要一定要给一个正确是真还是假？如果要我选的话，我是选择否定的，假。答错了，不可以，对，我不可以接受了，为什么这样？其实湿疹有很多种类型，要看说你的诱因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比如有些人可能是接触性的，跟食物根本没有关系，所以就基本上是不需要去戒口。有一些好像湿疹患者，他们如果每次吃一些好像食物，比如贝壳类、海鲜或者饮酒，他的湿疹发作就更加严重，我就要叮咛他们少吃这类的食物。所以这是对的。所以我就说真假都对。真假都对的。对啦0.5啦，可以吗？0.5。因为其实我的子女 right， 她的这个湿疹是很严重了。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她挺美了，皮肤滑滑，她就讲，因为她戒口，她有念出来，她不能吃奶制品，就其中有一样是鸡蛋都不能吃，只要她一吃鸡蛋，她就回来了湿疹。所以我就选择真。可能她的这个过敏源就是食物造成的。所以每个人的过敏源不一样，可以是不一样的。对。好，经过一番的辩论啊，总结成绩啊，恭喜3位打成平手，都是2分。很可惜都不及格。OK， 那刚才我们聊这么多，还是想仔细的问一下医生哦，到底湿疹的病因是什么？湿疹有好几种类型，最常见的我们叫特应性还是异位性皮肤炎，通常与遗传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患者的有些遗传的缺陷，使到这个皮肤屏障容易遭受到破坏，然后这个过敏源就容易侵入，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就是免疫系统产生异常的反应，而造成各种过敏的炎症。那湿疹的表现有哪一些呢？湿疹的病症可以分为急性、亚急性跟慢性的呈现。湿疹也是有很多种类型，其中特应性湿疹或异位性湿疹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占大约30%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是急性湿疹，皮肤发红发肿一些地方可能挠伤了，像有一些出脓包之类的东西，甚至会流血。哇，这是慢性湿疹，这是位中年患者，他就是用那个不求人就拼命去挠自己的背部，所以久而久之，你看得到他皮肤变厚，变得很粗。还有就是色素沉淀，湿疹也可以分为各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叫异位性或特应性湿疹，在小孩婴孩的时候，大概在1岁左右，通常会发病在头部，会有很多头皮屑，还有在手脚的前端。比较大一点的孩童跟成人的话呢，一般上就是在关节的部位比如腋窝、手肘膝盖窝、颈项。有的时候，如果他拼命的去抓的话，这个脖子看得到有慢性湿疹的呈现，就变得很粗，对，干干，然后对，这个是脂溢性湿疹，通常呈现在头皮跟脸部，就是我们脂溢分泌比较强烈的地方。所以在头部的话，有时候抓到就是说发红，还有头皮屑，甚至会流出一些脓水之类的东西。在脸部的话，通常是在眉毛。还有法令纹，
之类的就会可能有些干燥，是或者有些皮屑。接下来也是常见的一种湿疹，我们叫缺脂性湿疹，手指那边发红发肿哦，好像起了一些小小的水泡。其实那个水泡你去刺它的话是没有水的，因为是深入的发炎然后另外一个图案就这个是慢性的湿疹就是皮肤就是变得很粗糙这样子而且可能会皲裂。可能有时候很疼痛，这些我们也称为富贵手因为不能够接触太多强烈的化学物质，也经常在一些美容师理发师还是医疗人员都经常会有这类的湿疹问题。这个就是接触性湿疹，这个是对镍敏感它是戴手表。我有了这个，相当常见的一个过敏源。没有对镍敏感是什么意思？就是 nickel allergy， 对，好像一些化妆的饰品还有手腕结婚戒指戒指我戴了，然后它就一圈痒痒就痒痒，然后就起疹，手表也是会。对。所以这个是接触性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些就是贴片切试，看说你是对哪一种过敏源敏感。OK，那我蛮好奇的，意大利你有去查你是哪一种吗？没有我每次一痒还是什么，我就去给医生看。那也没有去查说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没有，医生有讲到，就是有时候有一些 dust，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痒。如果开始抓那个地方的话，就开始爆发。呀，对，所以我尽量。在别的地方有这样的情形吗？还是有 OK？刚才我这样看我发现有一个地方，这个算不算？这也是湿疹的一种。有时候它会在这几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很痒，我又会开始这样。你不要抓。对，我在。没有，那你的那个部分会增厚吗？有没有像我们刚刚有，它开始有点厚了。你看这里已经，你感觉到它有点厚了。这个还好，还有的救。没事啊，医生在这里救吗？医生才有救。直接看了，直接。对，那么我们下个环节呢，钟医师会加入跟我们一起讨论哦。是，不用担心把钟医师请来来，好，稍后回头见。欢迎钟伟良医师，欢迎，好，好，那想问一下，以中医的角度这个湿疹是怎么引起？湿疹本身也是中医的名字，但我们叫湿疮。OK， 中医的想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的结果。就内因，中医的理论就是说禀赋不耐，他对外环境很多刺激他不能接受，所以就引起我们中医的说法，就里面可能是湿热多。那站在这个现代医学呢，就是免疫系统过于亢进，我们也做了一些临床的科研呢，就发现他的免疫细胞和那个辅助细胞比正常人高，所以就是一个特异体质。另外就是外因，你居住的环境和气候，还有我们接触的东西，外感六淫是从皮肤和呼吸道进来，比如说尘螨、动物皮毛、细菌、霉菌。所以化妆品对，化妆品也会，是有可能。香水对，都会吗？是。会刺激所以在中医的想法就是劣质的化妆品或者洗发液那些洗衣粉，都可能带成皮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医的说法，就是说你过度的疲劳，或者是熬夜，或者紧张，还有久病，耗伤了这个阴血。阴血当血虚的说法呢，中医有个说法叫血虚生风化燥，就你皮肤得不到那个滋养，这时呢就是皮肤会干燥皲裂，也会引起湿疹。另外一个就是说饮食不节，吃了一些海鲜或者是煎炸的食物，特别是高脂高糖的，进到体内呢，中医认为是把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搞破坏了，体内就会产湿热，这湿热呢就会起因到皮肤上，就会造成湿疹。我比较好奇是因为海鲜有分很多种嘛，有贝壳类啦，还是什么？鱼算不算？鱼如果有磷的，过敏性很低。就是我们也做过，就是中西医结合，就是做那个血液的那个过敏源，就追踪到食物的过敏。我们发现贝壳类多，还有一个就鸡蛋白过敏也特别多。鸡蛋白，对。可是那个是蛋白质哎。对，但是没办法，有些人就通过别的食物来争取蛋白质了。那鸡蛋白的衍生品，比如说像蛋糕，会，就有的人吃提拉米苏就中了，就痒得厉害。还有一个，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我们发现有些我们想象的，就是戒海鲜、戒动物蛋白质，不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病人特别奇怪，他就对面粉和
和米过敏。哇，那你怎么办？你看我就给他出一个主意，我就用白薯粉和马铃薯做的那些面条做主食，也是可以。吃一些糙米。我们有个说法，中医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过敏，你不戒口就累加。所以有些病人我们追踪，就前期他可能过敏很少。不戒口以后再追踪，过敏源又增加了，过敏的那个蛋白质就增生了很多。其实要知道最准确还是做这个过敏源测试哦。一般我不会就是推荐每个湿疹患者去做过敏原测试，因为过敏原测试也好几种，有贴片测试、血液检测，还有就是点刺皮肤检测。对，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要做哪一种过敏原测试才是正确的。而且在做一些过敏测试，是不是有些药是不能够吃的？对。做测试之前，我们需要停一些口服的药物，例如是抗组胺药物。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在发病的期间他是不想去做这些测试，因为他不能够停这些药。那新加坡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潮湿嘛？是不是因为这样呢，然后比较容易诱发湿疹呢？是，新加坡是高湿高温的天气。如果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得湿疹机会少一点。如果你捂得很严实，你穿得很厚，通风不良，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得湿，闷住了。对，钟医师其实也为我们准备了食疗，对吗？对，我有喝的，还有外用的湿敷的。哇，太好了！下星期节目将分享中医的消风止痒汤及具有清热消炎功效的外敷方，它是立刻能够舒缓就止痒非常好效果。红枣本身就抗过敏，你每天煮5个红枣，你的风沫就不见了。哦。同时，西医将分享湿疹护理关键点。用温水洗澡，太冷太热都可能会刺激皮肤。长时间在冷气房的话，就是要照顾保湿。太干燥了。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星期的医疗大小事。我很想知道湿疹可以断根吗？